哥哥是这个世界的男主，他冷淡腹黑，却对身为攻略者的女主百依百顺。深夜，他却将身为恶毒女配的我紧紧箍进怀里，只有你才能叫我哥哥，他再敢叫一次，我就让他死。我的生日宴上，傅安安突然闯了进来，她穿着全套的婚纱，举起手中的戒指，沈玉，我这辈子就勇敢一次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全场哗然，没人能想到傅安安会如此突然的求婚，还是在我的生日宴上。在一旁，爸妈已经变了脸色，妈妈忍不住出言道：安安，今天是小棉的生日，你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不行吗？傅安安不理任何人，只是定定地看着沈玉。沈玉站在香槟塔旁，水晶吊灯勾勒着她完美的轮廓，眉眼如墨，肌肤冷白，整个人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场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她沉默良久，最后勾起嘴角笑了笑。好啊。她接过傅安安手中的戒指，戴在了自己手上，然后任由狂喜的傅安安拉着她一路出了宴厅。我孤零零地站在蛋糕边，听着人们的议论，都说沈家太子爷性子冷，脾气暴，但我看他对这位傅小姐可是百依百顺。是啊，沈绵跟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兄妹，也没见他对沈绵这么好。你懂什么？这就叫青梅不敌天降。我抿着嘴唇站在原地。我一直知道傅安安是这个世界的女主，而她的目标就是攻略沈玉。如果攻略失败，她就会被系统强制抹杀。此时此刻，我看着沈玉和傅安安的背影，沈玉自始至终没回头，倒是傅安安回过身，对我露出了一个胜券在握的笑容。生日宴散了，我早早的睡下。深夜，我莫名的惊醒，发现床头站着一个身影。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被他的吻封住了嘴。那是一个侵略性的吻，带着雪松气息的香水味和压制不住的占有欲。是沈玉。良久，我们分开，沈玉呼吸凌乱，喘着粗气，摩挲我的唇瓣。绵绵，他说，你到底还要让我忍多久？我抱着他，像抱着一只不知何时会暴起的狼，只有在我怀里，他才乖得像只小狗。我摸着他的头发，哥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不可以再沾染人命了。他深长的呼吸，最后抱紧我，长叹一口气，知道了，都听你的。沈玉是个疯子。第一次见到这位继父带过来的哥哥，是在学校。他穿着白衬衫站在窗边，眉眼像阳光一样美好，手里却拿着一份报告，反社会人格诊断书。他一转头看到我，抬手撕掉了手里的报告，碎片如雪花般纷纷扬扬地落下。沈玉蹲下，笑眯眯地盯着我，笑意都被我买通了。所以如果爸妈知道了，那就是你说的。他摸摸我的头，手滑下来，在我的脖子上，感受着我的血管在他掌心跳动。所以我抢先开了口，我不会说的，哥哥。那声哥哥似乎极大地取悦了他。沈玉笑了，拍拍我的脸，真乖。沈玉喜欢我叫他哥哥，他说哥哥就是为了保护妹妹而存在的，但很多时候我宁愿他没那么保护我。上初中的时候，有男孩喜欢弹我的内衣带子，说我发育的好，长大肯定是个烧货，被沈玉听到了。他当时没说什么，只是把手里的冰激凌递给我，快点吃，等会儿就化了。结果晚自习的时候，那男孩就消失了，沈玉的电话也打不通了。我意识到什么，疯了似的赶到烂尾楼后面的巷子里，那男孩被蒙住眼睛绑在地上，人已经昏过去了。沈玉蹲在旁边，正在拿刀比划角度，思考着怎么把他的胳膊砍下来。我扑上去，死死地抱住沈玉，别这样，你会坐牢的，哥哥。他听到我叫哥哥，发红的双眼才一点点安静下来。沈玉和我完全不像，他腹黑、残暴、嗜血，缺乏正常人的同理心，而我温柔、怯懦，是朵弱不禁风的小白花。可沈玉听我的，我是拽住他的那根绳，如果有天我松手了，他会变成彻头彻尾的魔鬼。我原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的，直到我16岁那年，傅安安来了。他父母是我继父的朋友，因车祸去世，于是傅安安便被我家收养。他出现后，一切都变了。爸妈开始更偏心他，只要是傅安安看上的东西，他们都要求我让给他。而如果傅安安表现出一丁点不高兴的样子，爸妈立刻就会怀疑我，发出警告：小棉，不要欺负安安。尽管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。学校里，老师和同学也都更喜欢傅安安，不管我表现得多么优秀，他们都会视而不见，只会夸奖傅安安，安安真是太努力了。在他们眼中，傅安安是寄人篱下的可怜女孩，而我就是那个与她形成对照组的心机绿茶。我的家人变成了傅安安的家人，我的朋友变成了傅安安的朋友，只有沈玉还是我的沈玉。深夜，他会贴在我的耳畔，小声问：要我帮你弄死他吗？我按住沈玉的手，浑身冷汗地求他不要，哪怕我知道傅安安的攻略目标就是沈玉。沈玉是这个世界的男主，想想也很合理，寄人篱下的女主遇上高冷帅气的男主，同在一个屋檐下，经历种种后终成眷属，多么经典的偶像剧故事。深夜，我曾偷听到傅安安和系统的交谈。放心，我对沈玉的攻略一定能成功。沈绵空有绿茶的外表，却没有绿茶的心机，实在是不堪一击。沈玉并不想被傅安安攻略。
全家人都安睡的夜晚，他会潜入我的房间。白日里高冷禁欲的他变得贪婪又疯狂。我不会娶别的女人，他压低声音对我说，我只喜欢绵绵。我推开他，维持着最后的理智。不行，傅安安如果攻略失败，会被系统强制抹杀。沈玉无所谓地说，那就让他死呗。哥哥，我捂住他的嘴，求求你，你的手上不能再沾血了。这些年，尽管我一直在努力阻拦，但沈玉还是发过几次疯。高中快毕业的时候，有混混每天在巷子里拦住我，勒索我的钱，结果被沈玉发现了。他微笑着找到混混，资助了对方一大笔钱，还带混混去了赌场，每把都输钱给混混。半年后，毒瘾深重的混混因为还不起巨债，被高利贷的打手砍死在小巷里。还有一次，校长收了贿赂，将属于我的保送名额给了一位大领导的女儿，结果第二天，校长就从办公楼上摔了下来，高位截瘫。而前一天晚上，只有我看到沈玉在拆那栋楼的监控。沈玉每次都处理得很干净，对外他还是沈家的大少爷，从小到大的天之骄子，名校后自主创业的科技新贵。但我很害怕，我知道这层充满光环的壳子里养着一个多么可怕的恶鬼，而每一个亡魂都会滋养恶鬼的胆魄。于是我拼命地求沈玉，甚至不惜以自杀相威胁，求他不要让傅安安死。沈玉非常无奈地答应了。好，为了绵绵，我再忍一忍。在我的努力下，沈玉很配合傅安安的攻略任务，无论是去游乐园，还是送礼物，亦或是一起过情人节，沈玉都一样地完成了。外界都说沈家太子爷从来没对哪个女孩这么好过。在这种声音中，傅安安越来越猖狂，攻略沈玉已经开始让他觉得没有挑战性了。于是他开始热衷于折磨我，反正学校里都是他的人，于是课间的时候，他们将我推进卫生间。傅安安将胶水倒在我的头发上，笑眯眯地用手机录下来我哭着哀求的样子。我说，我只求你一件事。他蹲下来，玩味地问我，你说？求求你，别叫沈玉哥哥。傅安安愣了愣，大笑起来。是啊，他是你的哥哥，你们青梅竹马，被我抢走他的感觉很不爽吧？我含着泪摇摇头，你别这么叫他，会死的。傅安安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小绿茶，放心，沈玉那么爱我，他会保护好我的。第二天是我家的家宴，我迟到了很久，出现时顶着一头小男孩般的乱发，爸妈非常生气，呵斥我好端端的像什么样子。沈玉从桌子的另一端站起来，他走到我身边，低声问，绵绵怎么突然剪了头发？他盯着我的眼睛，有人欺负你吗？隔着一个座位，傅安安盯着我，我咬了咬嘴唇，最终只是小声道，没有，是我自己剪的。沈玉长久地看着我，眼中雾气涌动。良久，他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，没事，绵绵长发短发都好看。也许是这个亲昵的动作刺激了傅安安，他有些不高兴，不过很快便笑了起来。哥哥，快吃饭吧。他甜甜地冲沈玉喊。沈玉的身体微微一顿，转过头去看向傅安安，你叫我什么？哥哥。傅安安撒着娇对沈玉重复，绵绵可以喊你哥哥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沈玉沉默了许久，笑了。傅安安看沈玉笑了，也跟着笑了，还挑衅地看了我一眼。只有我的心一寸寸地沉了下去。沈玉的笑容很漂亮，但我熟悉他，他每次想让别人死，都会露出这样的笑容。那一天的晚上，爸爸本来要带全家人去参加名流宴会的，但由于我又短又乱的头发实在太难看，爸爸最后禁止我跟家人一起出席，不给你点教训，你以后还这么胡来。傅安安走到爸爸身边，体贴地帮我说话，绵绵年纪小，又一直被宠大，骄纵叛逆一点也是难免的，叔叔别生气。爸爸揉揉眉心，对妈妈叹气，你看安安明明只比绵绵大1岁，多懂事，连妈妈都忍不住抱怨，哎，安安要是我亲生的就好了，她和我年轻的时候可像了。看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女主法则，所有人都会被她吸引，连我的亲生母亲都开始忍不住地偏向她，只有沈玉不会。她站在一旁，神情淡淡，脸上仍然挂着那份漫不经心的笑容。傅安安不知道那份笑容的真正含义，他凑到沈玉身边，挽起他的胳膊，哥哥，我要是你妹妹就好了。沈玉不动声色地避开了傅安安的手，声音清冷如碎冰，我只有绵绵这一个妹妹。傅安安的表情僵住了，但下一秒沈玉就笑了，她生得好看，一笑就如同雪山融化成了春水，逗你玩的。其实比起妹妹，我更希望你能成为另一种特别的存在。傅安安羞红了脸，整张脸上充满了小鹿乱撞的表情。她喜欢沈玉，并不是出于攻略任务。其实系统是给了攻略者很大的自由度的，虽然完不成任务会被强制抹杀，但至最终期限前，女主有3次机会可以选择更换攻略对象。之前的2次机会里，在系统的询问下，傅安安都选择了不更换。我听到她对系统说，我喜欢沈玉，沈玉也喜欢我，为什么要换？系统提醒她，很多细节都显示沈玉这个人可能有反社会倾向。傅安安不以为然地笑，那怎么了？病娇不是更带感吗？男主只要对女主好就够了。沈玉的确对傅安安很好，
那天傍晚，他们一起跟着父亲出席了晚宴。他贴心地帮傅安安提着晚礼服长裙，在落座时帮他拉开椅子。每个人都称赞他们金童玉女，佳偶天成。他们同框的照片更是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转发。沈少看这个女孩的眼神，简直能拉丝。这个女孩管他叫哥哥，哎，好甜。维骨科，我喜欢。我看着照片上傅安安幸福的笑容，她显得那么美，那么熠熠生辉。身为这个世界的女主，所有的光都会集在她的头顶。我在昏暗又寂静的房间内关上手机，把自己埋进被子里睡了。半夜，我模模糊糊地醒来，一睁眼就看到近在咫尺的金属寒光。沈玉坐在我的床前，他的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剪刀。沈玉叫哥哥。沈玉的脸色不太好看，我吞了口唾沫，小声道：“哥哥。”他的脸色缓和下来，对我比了个手势，坐起来。我乖乖爬起来，他示意我坐过去，从后面搂住我的腰。面前是一面巨大的落地镜，镜中的沈玉和我有着分明的体型差。他刚从晚宴上回来，西装革履的身体上带着我熟悉的香水味。我穿着白色睡裙窝在他的怀里，感受着他从西装下面透出来的灼热体温。你喝酒了？我小声问。别乱动。沈玉扶正我的身体，对着镜子拿起那把闪着森冷寒光的剪刀，那样子很像一个变态杀人狂。但事实上，沈玉做的事情是，他梳理了一下我乱糟糟的头发，开始帮我修剪发梢。傅安安在我头上倒的胶水很难清理，我当时匆匆把所有粘在一起的头发都剪掉了，留下一个难看至极的造型。此刻，在沈玉的修剪下，凌乱的头发渐渐平整，服帖地垂在耳边，变成了一个乖巧的妹妹头。沈玉的手是很灵巧的，他能用它为我修剪头发，也能用它杀人。自始至终，沈玉没再问我一句头发的事情，但从他的表情看，他心里早就有数了。我伸出手去，握住沈玉的手，哥哥，别让他死，好吗？沈玉冷冷道，不好。他生气了。傅安安一个晚上都待在他的身边，甜甜地叫他哥哥，一次又一次直冲他的底线，他已经快承受不住了。媒体拍到的每一个沈玉看傅安安的眼神，旁人只以为是奈拉斯的甜蜜，只有我能读懂他瞳孔深处跳动的杀意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低下头，其实我很喜欢傅安安，像是听到了一个可笑至极的玩笑。沈玉笑了，喜欢他在爸妈面前泼你脏水，还是喜欢他带着同学霸凌你？我摇摇头，抱住哥哥，贴着他的耳廓，轻声说，我很喜欢他，跟我抢哥哥。沈玉沉默了很久，房间里寂静的惊人。良久，一声轻笑在屋子里响起。沈玉懂了，他抱住我，温热的手掌摸摸我的后脑勺。知道了，无论绵绵喜欢什么，哥哥都会满足你的。第二天，我照例去了学校。进班的时候，傅安安正在和他的几个朋友欢声笑语的聊天。我一进门，他们立刻停了下来。一个坐在傅安安身边的女孩撩了撩头发，大声道：“某些人一直欺负安安，现在终于吃瘪了吧？全家人都去的宴会，偏偏不带她，估计是觉得带去了也丢人。就是连他父母都讨厌她，这种人能是什么好人？”说话的两个女孩曾经都是我的好朋友，但傅安安转来后，轻而易举地团结了他们。傅安安对他们说，沈绵那种出身就是白富美的人是不需要朋友的，她只需要能够捧着她做公主的丫鬟。沈绵选中你们做她的朋友，只是想让你们衬托她罢了。你们以为她请你们吃饭，给你们买礼物，就是对你们好吗？她背地里其实说，那点钱还不够她养2条狗。她在家里其实也总针对我，会用各种心机给我使绊子，想方设法的欺负我。但是没关系，她爸妈和哥哥都是鉴察达人，现在都反而疏远了她，更喜欢我了。此刻，女孩们故意说着嘲讽我的话，而傅安安就静静地坐在原地，带着笑意望向我。我默默地背着书包经过他们，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，装成听不见的样子。这显然没有满足到傅安安，她朝教室的角落里使了个眼色，于是一个男孩起身坐到了我身边。沈绵，这新发型不错，谁给你剪的？男孩笑眯眯地拿手扯我的头发，不过呀，你这种人什么发型都显得丑。他叫秦子申，顶着一头挑染的头发，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校霸。没人敢招惹他，连老师都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原因很简单，他同时也是秦氏集团老总的独生子。在江城，秦家和沈家是并列第一的纳税大户。秦总和我继父有着诸多业务往来，秦子申也常常被拿出来和沈玉比较。在傅安安转来之前，秦子申和我的关系其实不错，他甚至在一些场合夸过我文静又漂亮，跟他的狐朋狗友打赌多久能追到我。但傅安安出现了。明明我爸妈给了傅安安足够的生活费，但他偏偏装成没钱吃饭的样子，在教室的角落里吃面包和泡面。明明他有足够的体力跑完800米，但他偏偏要在跑到一半时晕倒，在拒绝其他同学要送他去医务室的提议，跌跌撞撞地把后半程跑完。他说我和沈绵不一样，他什么都有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这一切都激起了秦子申的保护欲，他开始追求傅安安。面对秦子申的表白，傅安安说，当你爱上了某个星球的花，那么仰望星空时就已得到满足，而不该执着于拥有它。
这对从小到大都没在女人那里遭到过拒绝的秦子申而言，简直振聋发聩。据说他特意纹了一朵花在自己的胸口，并告诉别人是安安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沈玉不知道从哪听到了这件事，他笑了笑。我头一次见到有人把吊着别人说的这么清新脱俗。他淡淡道，也头一次见到有人被吊着还这么欣喜若狂。不过挺好的，秦家的二代是这种脑子，咱家的商业版图又可以扩一扩了。我没有说话，但在心里默默思索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显然秦子申的位置是男二，所以傅安安也顺手攻略了他，并一直吊着他。这是他为自己留的备选，他有3次换攻略对象的机会。如果沈玉这边出现了任何差错，他可以让秦子申这个男二上位，当做自己的保底选项。此时此刻，秦子申揪着我的头发，用的力气比平时都大。他已经看到了昨晚沈玉和傅安安一起出席晚宴的新闻，估计很有危机感，更想在傅安安面前好好表现一番。喂，我跟你说话，你跟我装哑巴。秦子申说，别以为你是沈家的女儿，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，你根本不是老沈亲生的。沈玉以后也懒得管你这个便宜妹妹。我被他揪得头皮疼，下意识地朝后躲。秦子申看见了我桌上的作文本，哟，还参加征文比赛呢。秦子申拿过我的作文本，你是看到安安参加了，才跟着一起报名的吧？然后再砸钱给评委会，内定1等奖，回去之后好找你爸妈邀功。我要是能让你这种心机女得逞，老子的心倒过来写。秦子申一用力，我的作文本被直接撕成2半，他又飞速地扯了几下，于是我写了很久的稿子就这样化成了一地碎片。没有人为我说话，所有人都在漫不经心地等着看笑话。我的眼眶红了。秦子申笑眯眯地看着我，要哭吗？你哭起来的样子丑得像母狗。他的笑容恶毒又暧昧，我知道他在暗指什么。就在半个月前，由于傅安安去找秦子申哭诉，说我欺负他，于是秦子申带着一众他的兄弟将我推倒在了体育馆角落的垫子上。他们扒掉了我的校服，看我穿着内衣，不停地哭求他们。如果不是当时恰好有校领导来视察，他们恐怕会做出更过分的事。而当我穿好衣服狼狈地赶回家时，迎接我的是爸妈失望的眼神。傅安安告诉他们，我之所以晚回家，就是在学校和一群男生厮混。那一晚，傅安安在我的房间里拦住我，笑眯眯地拍拍我的脸，要去跟沈玉告状吗？我摇摇头，小声道，我不会说的。他满意了，笑得愈发肆意，我就知道你不敢。沈眠，就算你告诉沈玉，我也无所谓，他不会帮你撑腰的。在傅安安眼中，我是如此的软弱好欺。此时此刻，在秦子申恶毒的注视下，我依旧维持了这种软弱好欺的形象。咬住嘴唇，我用尽全力把眼泪忍回去，轻声开了口，秦子申，你对安安真好。我擦了擦通红的眼眶，像是自言自语，要是有人这么爱我就好了，我一定好好和他在一起。不，我想要立刻嫁给他。秦子申愣住了，傅安安也愣住了。片刻后，秦子申站起来，匆匆说了声你想嫁也没人想娶之后，就转身走了。我知道那句话刺激到他了。果然，中午午休的时候，我藏在天台的角落里，听到了秦子申和傅安安的争执。秦子申想让傅安安答应做他的女朋友，傅安安表示自己要想一想。你一直说自己要想一想，我也一直在耐心等着。可安安，你到底还要想多久？秦子申说，我爸其实很想送我出国，我是为了你才留在国内的，我没有办法一直活在无尽的等待里。傅安安的声音沾染上了哭腔，我不是你遥远星球的花了吗？你是，但秦子申低声道，我不能接受我付出一切，却离这花千里万里，而有人却就在这朵花的旁边，伸手就能触碰它。傅安安的脸色变白了。秦子申指的是沈玉。他沉默了很久，表示自己需要一点时间给秦子申答复。明天，秦子申说出了最后期限，安安，我爱你，希望你明天可以告诉我，你爱不爱我。当晚，我听到了傅安安和系统的交谈。系统发出提示，秦子申已经表白，宿主，最后一次更换攻略对象的机会已来临，你是否选择更换目标？如果本次你依然选择沈玉，之后也没有再更换的机会。傅安安垂眸望向窗外，从他的视角刚好能看到我家的后院，沈玉正坐在湖边的长椅上读书，他穿着一身白衬衫，松松的领口露出分明的锁骨，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框的眼镜，愈发衬出了他肤色的冷白。像是察觉到了傅安安的目光，沈玉抬起眼睛，对傅安安露出了一个微笑。傅安安的脸又变红了，他垂下眼眸，咬了咬牙，低声对系统道，不换。傅安安最终还是选了沈玉，毕竟秦子申除了家境外，无论是外貌、才学还是能力，都无法与沈玉相比。更不要说秦子申在遇到傅安安之前是个花花大少，前女友无数，而沈玉洁身自好，多年来连绯闻都没有。收到，宿主的最终攻略目标为沈玉。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，像是最后的宣判。我盖好被子，闭上眼睛。这一晚，我睡得比平时都好。后来，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，就如开头所讲的那样，在我的生日宴上，傅安安向沈玉求婚了。沈玉答应了他。对此，即便是一直很宠爱傅安安的我父母，也颇有微词。不是我们不支持，毕竟两个孩子虽然兄妹相称，但也没有血缘关系。
只是安安年纪还这么小，就这么急着结婚了。其实傅安着急的原因很简单，他的攻略期限就要到了。虽然现在没到法定年龄，无法领结婚证，但只要举办婚礼，让大家都知道他和沈玉是夫妻，他的攻略任务就成功了。但傅安发现一切似乎和他想的不一样，婚礼就要举行，然而新郎开始频频的不见人影。他挑婚纱的时候，沈玉没有来；他准备请柬的时候，沈玉没有来。婚期越来越近，然而傅安安越来越联系不上沈玉。沈玉微信不回，电话不接，但朋友圈里却会一组一组更新跟我一起出去玩的9宫格照片。在照片里，我们一起去看湖边看落日，一起去广场喂鸽子，一起在露台上吹风。在沈玉的镜头里，我比平时还要漂亮许多许多。傅安安开始慌了，他直觉有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终于，在一个他联系不上沈玉的日子里，傅安安抓住了刚从学校回来的我。你干什么了？他的指甲几乎嵌进我的肉里，声音尖利。你去勾引沈玉了是不是？沈绵，你要不要脸？我看着傅安安，不愧是这个世界的女主。傅安安有张很漂亮的脸，但此刻那双大大的眼睛里，瞳孔扩得很大，睫毛在不停地颤抖，写满了惊惧、恐慌、愤怒、无助。这个表情真是让我感到兴奋啊！我欣赏了很久，才将自己的胳膊从他手中抽出来，柔弱地说：“安安姐，你在瞎说什么呀？我哥哥那么爱你，怎么会不理你呢？”人在极度没有安全感的时刻，会想尽一切办法自我欺骗。就比如此刻，我声音中其实已经有了显而易见的嘲讽，但傅安安已经听不出来了。他抓住那句“我哥哥那么爱你”，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对，沈玉是爱我的，你这种绿茶根本无法从我这抢走他。傅安安拿出手机，再一次给沈玉拨打电话，就像是上天垂怜一般。这一次电话通了，沈玉清冷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：“我在出差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”哥哥，傅安安的眼泪差点直接掉下来。明天就是婚礼了啊，我差点忘了呢。沈玉平静而又缓慢地说：“这可怎么办？我这边的客户也很重要，要不我们的婚礼推迟1天吧？”傅安安快要疯了，婚礼这样的大事怎么能赶时间？可是我不管，哥哥，求你一定要赶紧回来，如果没有按时婚礼的话，我会死的。沈玉沉默2秒，轻轻地问：“绵绵呢？”傅安安愣住了，不明白为什么沈玉要突然问起我。沈玉听不到回答，重复了一遍：“绵绵呢？”我打开扩音键，站在一旁，柔声道：“哥哥，我在呢。”沈玉的声音瞬间变得温柔：“你明天也会去参加婚礼，对吗？”“当然。”我柔和地说：“我会给安安姐当伴娘，见证明天发生的一切。”沈玉沉默2秒，低声道：“知道了，我会让秘书给我订最近的机票，按时赶回去的。明天大概会很累，你今天一定早点休息。”“知道啦，晚安哥哥。”“晚安，绵绵。”电话挂断了。傅安安呆呆地站在一旁，他的目的其实达到了，沈玉答应会回来，按时参加婚礼。但很奇怪，说不出哪里奇怪。刚刚的电话里似乎只存在于我和沈玉之间，我们2人的世界和外面隔着一层厚厚的壁垒，他站在这层壁垒之外，是个彻底无法参与的外人。凌晨2点，傅安安根本无法入睡，他在房间里不停地徘徊，他思考着每一个细节，试图验证沈玉对自己的爱。没有错的，不该有错。沈玉爱他，对他百依百顺。沈绵只是和他一起长大，所以显得更亲密一些罢了。他根本比不过自己，一个披着一层绿茶皮的圣母白莲花，被欺负了只会哭。沈玉根本没有喜欢他的理由。傅安安一遍一遍地自我安慰着，他渐渐平和了很多。就是这样，明天的婚礼一定会顺利，到时候他就是沈家的儿媳，众人艳羡的豪门少奶奶。到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让沈绵彻底离开这个家。可惜上次秦子申带着他的兄弟们没来得及在体育馆里毁掉他，心绪一个接一个冒出来。傅安安反正也睡不着，开始在房间里东摸摸西摸摸收拾东西。在傅安安搬进沈家之前，这个位置最好的房间一直是属于沈绵的。傅安安进来之后一通撒娇，把这个房间抢了过来。立柜里有很多沈绵留下的东西，他小时候的课本、玩具、相册。傅安安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，从来没翻过。但此时由于心中的烦乱，他下意识地开始拿这些东西撒气。玩具被他扔到地上，课本被拂落，相册被撕开。突然一个文件袋掉了出来，傅安安捡起那个文件袋，打开，里面是一份诊断书，白纸黑字，触目惊心，反社会人格。傅安安扫视了一下那几个大字，并没有太惊讶。之前系统就提醒过他，沈玉的很多细节都显示着他或许是个反社会人格的人，对此傅安安早有心理准备，甚至觉得与全世界为敌但专宠女主的病娇男主十分带感。傅安安决定将这份诊断书放回原位，但下一秒他突然感觉到这份报告似乎哪里不对。他又看了一遍内容，是对于反社会人格症状很典型的描述，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。傅安安放下那份诊断书，应该是他太疑神疑鬼了，可心里还是有个地方在突突的响，叫嚣着这份文件里有几个字不对。哪几个字呢？
下一秒，傅安安突然僵住了，接着他浑身颤抖起来，手臂沉得像灌了铅。他花了很大的力气，才重新举起那份诊断书。是名字不对，这份诊断书的确诊人一栏写的并不是沈玉，而是沈眠。傅安安突然感受到了无尽的恐惧，他环视着这个房间，这个曾经属于沈眠的房间。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抢这个房间过来时的情景，沈眠柔柔弱弱地缩在沈玉身后，什么也没说。那时的自己天真的以为沈眠如此不堪一击，可现在他意识到，沈眠或许是故意的，他是故意把这个房间让给自己的。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傅安安开始发疯一般的在屋子里搜寻起来。他砸掉瓷器，挥掉桌子上的杂物，终于在一通无差别的疯狂扫射下，窃听器和针孔摄像头露了出来。傅安安浑身的鸡皮疙瘩炸了起来，密密麻麻的针孔摄像头，床、书柜、桌子、玩偶上一个接着一个。沈眠提前在这里装好了一切设备，然后默默地等着傅安安来抢自己的房间。从傅安安入住的第一天起，他就在被监视着，一举一动全都没有逃过沈眠的眼睛，包括那些他压低了声音，自以为只有自己和系统知道的交谈，也全部被窃听器收进了沈眠的耳朵。呀，被你发现了！一个轻轻的声音在背后响起。傅安安猛地回头，然而就在同一瞬间，灯被关了，屋内变得一片漆黑。在傅安安来得及尖叫之前，一块沾满乙醚的棉布已经捂住了他的嘴。傅安安醒来时是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，他猛地挣扎起来，却发现自己被牢牢地绑在椅子上。在他的对面，我坐在高高的钢架上晃着腿，白色的裙角一荡一荡。你醒了？我笑眯眯地说。傅安安大睁着眼睛，他开始叫喊，疯狂地呼叫着救命。我歪着头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。良久，傅安安叫的嗓子哑了，在意识到没有人能听到仓库内的声音后，他瘫在椅子上，大口地喘着粗气。我跳下来，走到他身边，他用恐惧又憎恨的眼神看着我。沈眠，你一直……我一直是个变态。我点了点头，笑得很开心。傅安安声音嘶哑地质问我，你为什么不反抗？为什么要一直被欺负？因为我哥哥喜欢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梳子，将自己看上去乖巧又安静的齐刘海梳理平整。我哥哥喜欢柔弱的小白花，那我就要永远是他喜欢的样子。沈玉如果知道你根本不是表面看上去这么纯洁无辜，他还会喜欢你吗？傅安安看着我的目光充满怨毒。我不笑了，走上前去，我抵住傅安安的喉咙，轻声道，所以我永远不会让他知道。你不该发现我的秘密的，这样你至少可以去参加和沈玉的婚礼。沈玉会把你扔在婚宴上，看着你因为攻略失败而被抹杀，但至少你还是可以多活一天的，也可以参加你心心念念的婚礼，不是吗？但你翻到我的诊断书了，怎么办呢？为了不让你告诉哥哥，我只能让你连婚礼都去不成了，真是对不起啊。傅安安的牙齿咯咯作响，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恨意。你一直都知道我是攻略者，他嘴唇颤抖。对呀，每个细节都被我窃听到了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你有3次机会换攻略对象的，这可不行。如果你换成秦子申了，你的女主光环加上秦家的势力，这个组合太可怕了。万一你们合起伙来对付沈玉怎么办？所以我一步一步引导，我求沈玉配合傅安安，对他百依百顺，让傅安安对沈玉泥足深陷。我刺激秦子申去对傅安安表白，逼他尽早做出最后一次选择。等他3次机会全部用尽，那么傅安安就会彻底成为被我捏在手心的蚂蚱。无论是要他死还是要他生，都只在我的一念之间。我垂下眼帘，露出伤心的表情。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让你活着，为此我甚至想过让沈玉娶你呢。毕竟我真的很喜欢被哥哥保护的感觉。你也知道，想让哥哥保护我，那就必须有人欺负我。这些年，尽管我一直努力装得很软弱，很好欺负，可欺负我的人还是越来越少了，真是让人头疼。所以呀，我真的很想留你一命。你是个很棒的反派，我不想让你那么早下线。我摸摸傅安安的头发，可你为什么要发现我的秘密呢？是啊，我一直有着太多的秘密。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我第一次去找沈玉，他撕碎了自己的反社会人格诊断，纸片如雪花般纷纷扬扬地落下。那个时候我没有告诉他，其实相同的报告我也有一份。在我们一起长大的漫长过程中，所有的故事其实都存在着许多隐藏的细节，比如那个弹我内衣带子，说我是烧货的男同学，他每次大课间的时候都来骚扰我。于是我选好了日子，在大课间前发短信给沈玉，哥哥，我想吃冰激凌。我知道他一定会买来送给我，所以他一定会撞上那一幕。比如那个收受贿赂的校长，沈玉把他从办公楼上推下来的那一天，提前拆掉了办公楼的监控，但他疏忽了办公楼背后停着班主任的车，那辆车的行车记录仪是开着的，他录到了沈玉和校长一起进入办公楼。是我装病让班主任送我去医院，然后趁着他去帮我买药，弄坏了那台行车记录仪。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。我引导沈玉来保护我，也一直悄悄地保护着他。我凑近傅安安，他瞳孔放大，惊惧地望着我。放心，我不会杀你的，我会等着你时间一到被系统抹杀。系统抹杀的方式会是心脏骤停，
这是最干净的死法，能给我省去很多麻烦。手机响起来，是爸爸打来的。现在已经是婚礼当天了，我和傅安安同时失踪，他们肯定在疯狂地找我们。绵绵，求求你，我保证不欺负你了。傅安安哀求，你送我去婚礼，帮我跟沈玉求情，留我一命吧，我想活着。我轻轻地摇头，不行，没有商量余地。我说，你发现了我最不想让沈玉知道的事情，我不可能让你再见到他。绝望之中，傅安安由哀求转向威胁，你以为你洗得脱嫌疑吗？你和我一起失踪，我死了，所有人都会怀疑你。我笑着摇头，你想多了。我会把你的尸体转移到车上，你心脏不舒服，我送你去医院，结果路上你就心脏骤停死去了。我因为太过慌乱，所以才没接听爸妈的电话。傅安安盯着我，就在我以为他已经彻底绝望的时候，傅安安笑了。他说，沈绵，你输了。我睁大了眼睛。傅安安轻声道，沈玉他们公司最近研发的定位系统，他给每个家人都装了一个，包括爸妈，你和我。也就是说，他看得到我们在这个废弃仓库。沈绵，你现在还觉得你能继续对他装下去吗？就在同一瞬，仓库的门在我身后被打开了，光透进来，皮鞋的声音一下下响起，我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被冻住了。沈玉来了。傅安安开始发出尖利的哭叫，沈玉，快救救我！他看着沈玉，声音哀切，哥哥，沈绵他根本就不是你喜欢的纯洁小白花，你别再被他骗了。沈玉缓缓走到了傅安安对面，昏暗的光线下，他身影修长，容貌俊美，穿着的还是新郎的礼服，他应当本来是打算去婚礼的。沈玉蹲下来，他温柔地摸摸傅安安的脸，傅安安的眼中燃起了无尽的希望。哥哥，下一秒，沈玉直接掐住了傅安安的脖子，他的手缓缓收紧，傅安安的脸渐渐变得青紫。沈玉脸色冰冷，语气中充满不耐烦，我说了多少次，不要这么叫我。良久，他松开傅安安，厌弃地甩了甩手，然后无视拼命呛咳的傅安安，走到了我身边。我垂下眼睑，生平第一次不敢直视沈玉。他把我搂进怀里，摸了摸我的手，好凉。我的泪猝不及防地落了下来。哎，哭什么？沈玉有些慌乱，伸手去擦我的眼泪，吓到了。沈玉，傅安安一边呛咳，一边绝望地喊道，沈绵一直在骗你，吵死了。沈玉抱住我，转头冷淡地看向傅安安，我知道啊。傅安安愣住了，连我也愣住了。我知道我们绵绵是个小变态，很早就知道。他摸摸我的头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这个世界如果只有我和绵绵的话，虽然也很幸福，但终归是有点无聊，所以他需要你这样的玩具。沈玉看向傅安安，那我就用他喜欢的方式陪他玩。傅安安瞪大眼睛，像是无法接受这一切，最终他疯狂地挣扎起来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。他终于彻底崩溃了。沈玉站起来，去车里等我。他温柔地对我说，还是说你想看？我看着他从包里一样一样地拿出东西，胶水、图钉，装了蜘蛛的塑料盒，那都是傅安安曾经用来霸凌我的东西。沈玉每一样都记得，他要一样一样还给傅安安。我沉默良久，终于露出纯洁又乖巧的笑容，我想看。傅安安死了。时间很赶，我们不得不匆忙地完成所有报复的流程。我刚刚把最后一样胶水倒在他的头发上，攻略时间就截止了。在系统的警报声中，傅安安充满绝望地咽了气。沈玉负责处理后续的工作，他说脏活和体力活是哥哥负责的事情，让我坐在车里等他。在日落黄昏的时候，沈玉回来了，他帮我系好安全带，发现我在微微颤抖，害怕。刚刚的话是有点，我轻轻地说，害怕哥哥不喜欢我了。沈玉笑了，他很认真地注视着我的眼睛，不管你什么样子，哥哥都喜欢。沈玉说，他还有一个迟到的生日礼物想送给我。他开车带我去了体育馆。在清场的体育馆中，一堆人被绑在垫子上，用布料死死封住嘴，是秦子申和他的兄弟们。那一天，我被推倒在体育馆里，他们一件一件扯掉我的校服，只差一点点就毁了我。于是沈玉也选择在这里审判他们。我有些紧张地拉住他的袖子，会很麻烦吧？秦子申毕竟是秦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他死了的话，牵扯甚广，秦家不会放弃追查。沈玉握住我的手，捏了捏，只要绵绵开心，就不麻烦。当晚9点，体育馆里发出了轰然的爆炸声，随后燃起了熊熊大火。我和沈玉站在遥远的天台上，俯视着下方的烈焰和浓烟。火光勾勒中，沈玉的脸被印出漂亮的颜色，像染了血的死神。我搂住他的脖子，在霞与火的光辉中，我们长久的拥吻。随后，沈玉开车带我离开。风吹开我们的头发，我侧过头，看着他漂亮的侧影，他的瞳孔倒映着远处的火光，像2颗焚烧着的琥珀。我的哥哥，我的爱人，我的同类，我的救赎，我的生命之光，我的欲念之火，我爱你。我也是。我抱住他，夕阳在我们背后沉没，铺天盖地的暗夜即将到来，但我们将在黑暗中抵死缠绵。